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这几天的娱乐圈可谓是空前的热闹，5000的惊天大瓜又出了新后续。8月11日，有消息称吴亦凡在洛杉矶选妃时，因涉嫌强奸未成年女留学生，恐将遭遇2次审判。有人调侃顶流不愧是顶流，坐个牢都要来个全球巡回。这事儿还没搞清楚，另一个吸引人的瓜又来了。霍尊女友突发长文控诉其始乱终弃，功成名就后就抛弃相恋9年的女友，还控诉了霍尊5宗罪：吃软饭、PUA、带有自残行为的暴力加冷暴力、私生活混乱，只可共患难，不可同富贵。在这篇长文中，细致地介绍了他和霍尊这9年的点点滴滴，爱过、见过家长，承诺过结婚，可是最后他被抛弃了。至于原因，他在长文中借用了霍尊的言语：我真的对露露没有感情了，但是我的身份又不能主动和他提分手，我觉得我还能找到更好的，我今时今日的社会地位还跟他在一起，对他就是一种恩赐了。要知道前2天还是这个画风，怎么看都像官宣恋爱，只有懂行的粉丝纷纷质疑，为什么是单方面宣布，为什么哥哥没有回应。果然这不是官宣的预告，而是翻车的前奏。就在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，霍尊工作室出来回应了，晒出了一封手写道歉信，看似诚意满满，实际啥都没说。针对女方指控的内容一个都没有正面回应，怪不得大家会吐槽。很多人第一次认识霍尊是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，凭借原创古风歌曲《卷珠帘》一举赢得刘欢的赏识。2014年他受邀登上春晚独唱《卷珠帘》，这一晚他迅速打开知名度。既然都站上了春晚的舞台，软饭男这个称号怎么还会扣在霍尊的头上呢？这事儿还得从他没成名的时候说起。霍尊和女友陈露相识那会儿还是个素人，陈露觉得他特别有才华，于是主动追求。过了2年，霍尊小有名气，准备进军娱乐圈，需要大量名牌服饰撑场面。但当时的霍尊经济拮据，女方就尽自己所能给霍尊买最好的衣服、最好的鞋，而给自己买衣服的时候，却只舍得网购200-300的衣物。9年恋爱，陈露花在霍尊身上的钱约有200-300万，靠着女友的扶持，才得以一步步飞黄腾达。2人相恋5年以后，娱乐圈第一狗仔卓伟也拍到了霍尊和陈露约会的实锤。没想到霍尊当时的处理是让陈露删掉社交平台账号的所有痕迹，并且互相取消关注。当时的陈露忍了也认了，直到去年，霍尊一脸真诚带陈露去看房子和钻戒。就在陈露傻傻以为9年爱情长跑终于要踏入婚姻殿堂的时候，霍尊却在背后和朋友们策划着该怎么逼迫女方主动提分手。同时，霍尊也开启了男人最熟悉的分手手段——冷暴力，一边在朋友面前贬低取笑陈露，一边还使出了自残的招数。久而久之，陈露开始变得不自信，常常否定自己。要知道，陈露曾经可是一名国家2级舞蹈演员啊，多么优秀的外在条件，居然被男方 PUA 到自我怀疑的程度，看得一太实脸懵逼。而最令人愤怒的还不只是这些，成名后的霍尊开始飘了，他开始和周围人搞暧昧，和所谓的女朋友们约会、看电影，甚至和朋友讨论那个女人的腿真不错，今天晚上准备约某某某。即便这个时候陈露都没有想过放手，他一直觉得他们是没有结束的，毕竟9年分分合合而已。最后他们进入了冷淡分手期，可刚分手还没有到1个月，霍尊便火急火燎地带着新女友住进了2人曾经的爱巢。陈露也在长文中多次透露，新女友指的是新女友们，数量之多已经是他数不清的了。此时再回看这2天网传的陈露甩霍尊，霍尊还伤心的在演唱会上哭到不行，粉丝们伤心不已。原来这都是男人为了自己立的人设而编排的戏码。当粉丝为他的痴情感到难过和感动的时候，其实他都在和新女友们甜甜蜜蜜，或许还在为女友们如何排档期而感到无措。后来陈露去找霍尊对峙，而霍尊则耍起了牌面，直接问他要多少钱。陈露开了900万，霍尊同意了，要求和他签协议。谁知道转头霍尊的朋友带着律师约陈露上门，几个小时对他施压加恐吓威胁，目的就是让他放弃协议，并且删除霍尊的黑料。这波操作是不是特别眼熟？早几年波叔已经亲自实践过了，5000还重现了一次。捋完陈露和霍尊的整个故事，大家都开始站队了，不少人为陈露发声，霍尊这边也有帮手。卷珠帘的制作人甜蜜发文疑似谴责陈露说谎，给他看笑了，并且回复网友稍安勿躁，自由分享。结果还没看到分晓，他就被陈露的姐妹王萌打脸了。抛弃糟糠之妻的脸打不疼吗？
问音乐学院老师借的钱还了吗？吓得他马上删除动态，关闭评论。接着又装起了理中客，很少用微博发声，是作为知情者，希望真相大白那天你会被良心谴责。结果再次被打脸。除了甜蜜，霍尊的亲爹也出来支持自己儿子了。他表示，尊儿是个善良的孩子，我的儿子我了解，让时间和事实来证明一切吧。然而这番力挺的话并没有得到网友的信任和认可，反而惹祸上身。火风是国内著名的歌手，代表作有《大花轿》《开门红》和《老婆老婆我爱你》，特别是《大花轿》至今仍是国内经典歌曲之一。抱一抱那个抱一抱，抱着我那美美的上花轿。他的音乐才能让人尊敬，但是对待感情的方式却备受争议。抛弃妻子郑小平后有了新欢，和儿子霍尊往来也不多。在霍尊成名之后，两人才在电视上上演父子情深。所以是渣男的儿子又变成了渣男，这是新时代的黑色幽默吗？只能说这两波送人头玩得真溜。在这俩人出来蹦跶的时候，陈露的好友王蒙也没闲着，他再次下场发文，既然锤了就锤到底，到现在还搞受害者有罪论这一套，真的太滑稽了。紧接着王蒙表示，霍尊的朋友说风凉话，还做了很多很过分的事情，陈露不好意思也不屑锤他们，但是他忍不了。在王蒙的长文中提到，霍尊还在买新热搜打压陈露。此前陈露提到，他曾经被霍尊的女性好友施压恐吓长达5-6个小时。但按照王蒙的说法，事实比陈露写的更加可怕。王蒙所谓的可怕的事实确实让人毛骨悚然。陈露在接受霍尊女性好友邀请后，下午就开始失联，直到晚上10点神志不清，不断抽搐，出现在王蒙家门口。按照王蒙的说法，陈露当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3个人同时施压恐吓，其中还有律师在场。这位律师拿着吴秀波的事件进行威胁，他说陈露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名，这点钱足以送他坐10年牢，这辈子都别想出来了。言辞间带有些警告陈露的意味。紧接着王蒙开始联系律师团队，同时他也提到很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当时签订协议时，霍尊急切地让经纪人起草合约。王蒙猜测很有可能那个时候就开始下套了。在看过王蒙的爆料后，网友直呼后怕，还有网友直言，有了吴秀波开的好头，吴亦凡、霍尊一个个都学起来了。除此之外，王蒙还提到霍尊曾经扬言说，只要陈露敢爆料，大不了就鱼死网破，还去过陈露家门口堵门，真是什么手段都用上了。某情感博主也发布此前的一个连麦视频，各种细节全都能对上号，这算是求锤得锤。在大家怒骂霍尊之余，很多人也在替女方感到不值，9年青春喂了狗，到头来换了一个反咬一口的白眼狼。其实女方不是没有给过霍尊机会，8月8日的时候，女方曾单方面官宣和霍尊的恋情，但是整整2天过去都没有看到霍尊的回应，网友纷纷开始猜测这是女方在逼宫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女方还是太心软，想着给他最后一次机会。2天前的官宣是逼宫，也是给男方下的最后通牒。可惜事情发展的总不能随人愿，这场9年爱情长跑最终没有体面收场。其实，在和霍尊恋爱以前，陈露曾经是舞团最年轻的副教授，也是国家2级演员。她放弃上升期的事业，选择重新创业，只为帮霍尊减轻经济上的负担。没料到，以为能走到头的枕边人，却在背后给他捅了重重一刀。到头来是一片真情错付，丢了热爱的事业，也没能得到爱人的真心。反观同样被劈腿的周扬青，即使被背叛，身后有家庭和事业支持。她和前男友罗志祥叫板的时候，硬气十足，男方甚至根本不敢回嘴。哪里来的底气？大家心知肚明。最后一太想对所有的集美说，任何时候都不要因为爱情放弃自己的事业。一辈子那么长，没有谁能保证永远对你忠诚矢志不渝，依赖别人注定是个变数，拥有自己的事业，经济独立才是最硬的底牌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